朋友们，就在此时此刻，一个来自太阳系最黑暗、最寒冷边缘的不速之客，正以每秒几十公里的恐怖速度朝着我们地球狂奔而来。它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飞船，而是一个沉睡了亿万年的宇宙盲盒。它叫 C2025R3，也有人叫它潘斯塔斯彗星。为什么说它是盲盒呢？因为科学家现在都吵翻了。有人说它会成为2026年最耀眼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星，甚至肉眼可见。但也有人担心，它可能只是个哑炮，在靠近太阳的一瞬间就灰飞烟灭。这颗彗星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它会不会像当年的海尔波普彗星一样惊艳世界？还是会像那些鸽子王彗星一样，让我们空欢喜一场？今天咱们就来深度扒一扒这位即将引爆2026年天文圈的神秘访客。说起这颗彗星的发现，那可真是有点玄学在里面的。2025年9月8日，夏威夷的海阿卡拉火山上，两台巨大的潘斯塔斯巡天望远镜正像往常一样扫描着星空。突然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极其微弱、亮度只有19等的模糊光点。19等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么说吧，它比你能看见的最暗的星星还要暗上几百万倍。如果没有这些顶尖的宇宙捕手，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它。但就在这微弱的光点背后，隐藏着一个足以让天文学家心跳加速的真相。它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而是一颗带着巨大冰壳的长周期彗星，正从遥远的奥尔特云飞向内太阳系。大家可能要问了，奥尔特云在哪儿？那可是太阳系的冷宫，距离我们几万个天文单位。这颗彗星在那里待了多久？可能是几百万年，也可能是几十亿年。它见证了太阳系的诞生，见证了地球的演变。现在，它终于决定来串个门了。而且，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根据最新的轨道计算，这颗彗星的轨道竟然是双曲线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它这辈子可能就来这么一次。它不是来探亲的，它是来流浪的。它绕过太阳之后，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彻底飞出太阳系，永远消失在无尽的星际空间里。也就是说，2026年的这次相遇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机会，错过这次就是永恒的错过。想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手里的奶茶突然不香了？这种一生只有一次的浪漫，简直比任何偶像剧都要催泪啊！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位流浪剑客到底长啥样？他会不会带给我们一场视觉盛宴？这里就要提到一个让天文学家又爱又恨的词——不确定性。彗星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宇宙里的渣男，在它真正爆发之前，谁也猜不透它的心思。目前的预测数据非常两极分化，保守派认为它的亮度大概在8等左右，也就是你得拿着双筒望远镜，在黑灯瞎火的郊外找半天才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。但激进派，也就是那些乐观的科学家们，给出了一个让人血脉喷张的预测：3等，甚至2.5等。如果真的达到这个亮度，那就意味着在城市的灯光干扰下，你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它拖着长长的尾巴横跨天际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？这就要说到一个物理学上的外挂前向散射效应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彗星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时，太阳光会从彗星背后照过来，被彗发里的尘埃强烈散射。这就好比你在黑屋子里开手电筒，如果手电筒对着你照，你会觉得特别晃眼。如果这个效应给力， C2025R3 的亮度可能会瞬间暴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这简直就是宇宙级别的自带滤镜啊！各位，你们觉得它会爆吗？是在评论区赌一把肉眼可见，还是觉得它会悄悄的来，悄悄的走？咱们再来看看它的行程单。2026年4月20日，它将到达近日点，也就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那时候它距离太阳只有 0.5 个天文单位，大概就在水星和金星轨道之间。想象一下，在太阳高温的疯狂烧烤下，彗星表面的冰晶会瞬间升华，喷射出巨大的气体和尘埃，形成壮观的彗尾。紧接着4月27日，它将到达离地球最近的位置。这一个星期就是咱们观测的黄金期。北半球的朋友们，你们有福了，它会在黎明前的东方低空出现，穿行在飞马座、双鱼座这些星座之间。不过别高兴得太早，观测彗星还得看一个大佬的脸色——月亮。2026年4月17日是新月，那时候天空最黑，是观测的最佳时机。
但到了4月底，月亮就开始慢慢变圆了。如果彗星本身不够亮，那皎洁的月光就会变成最强电灯泡，把彗星的光芒遮得严严实实。所以，这真的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，也是一场跟运气的博弈。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。2025年其实已经是一个彗星大年了，搞得大家眼花缭乱。但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颗 C2025R3 情有独钟？我觉得是因为它身上那种未知的魅力。它就像是一个带着远古信件的邮差，我们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，甚至不知道它能不能平安送到。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：2026年4月的某个清晨，你定了个闹钟，睡眼惺忪地爬上楼顶，或者开车去郊外。清晨的微风带着一丝凉意，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。你举起望远镜，或者干脆就用肉眼在双鱼座的方向寻找。突然，你看到了一团淡淡的、带着悠悠绿光的云雾，后面拖着一条若隐若现的白色长尾。那一刻，你跨越了几百万年的时空，跟这个来自太阳系边缘的老祖宗对视了。他在太阳的火光中燃烧自己，只为了给你展示这刹那间的芳华。然后他会头也不回地扎进深空，再也不回来。这种感觉是不是比刷100个短视频都要震撼？而且科学家们现在还在紧锣密鼓地监测它的轨道变化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它的轨道受到的非引力效应非常明显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它内部的物质喷发非常剧烈。这通常是彗星要搞大事的前兆。如果它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冰河，而且结构足够坚固，那它在经过近日点时就不会崩解，反而会因为物质的大量流失而变得异常明亮。但如果它只是一个松散的脏雪球，那它可能在靠近太阳的过程中就直接碎成一堆渣渣了。这种生死一瞬间的悬念，简直比看世界杯决赛还要刺激。我个人其实是非常期待它能爆发的。你想啊，咱们这代人见过海尔波普的人已经不多了。2020年的新质彗星虽然不错，但还是差点意思。我们需要一颗真正的大彗星来唤醒大家对星空的向往。在这个每个人都低头看手机的时代，如果有一颗彗星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抬起头，共同注视同一个方向，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！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了。别等到了4月份，朋友圈都被刷屏了，你才问彗星在哪儿。我会一直盯着它的最新动态，一旦有亮度暴涨的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如果这颗一生只能见一次的彗星真的出现在你面前，你最想对着它许下什么愿望？是想要一份甜甜的恋爱，还是想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？或者你只是想静静地看着它，感受那种宇宙级别的孤独与浪漫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咱们一起开启这场2026年的追星之旅。别忘了订阅关注，后续更多关于这颗流浪彗星的硬核科普和观测指南，我都会在这里持续更新。